有消息说，阿尔及利亚打算采购6艘林沃尔蒂之后，又有消息传来说，沙特打算买双倍，将采购12艘林沃尔蒂。难道我国军工这一次要迎来上百亿美元的订单了吗？Hello， 各位老铁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迷财户，我是虎妞。本次林沃尔蒂南宁舰出访多国，在参加完巴基斯坦的多国联合军事演习之后，还去参加了阿布扎比访展，并且在本次的访展上，这艘军舰还对外开放，任何来参加展会的人都可以上舰参观，深入体验和了解这艘军舰的各方面性能，并且在一旁的展品奖牌上，将南宁舰的各种武器设备都列举了出来，连600公里的射程都给标注了出来。因此可以肯定的是，我国确实打算将其出口林沃尔蒂，这次的出国就是为了打广告，这么大张旗鼓地展示这款军舰，就是为了让潜在客户国能充分了解性能，未尝不是一种促销手段。本来大家以为这款军舰的买家应该是这次访展的东道主阿联酋，但目前网传消息的第一个买家却是出人预料，居然是阿尔及利亚。有消息说，阿尔及利亚打算采购6艘，其中前3艘由中国建造，后3艘由阿尔及利亚的造船厂在本土建造。虽说阿尔及利亚还没有正式宣布将采购这款军舰，但这也是第一个传出消息要购买林沃尔蒂的国家了。就在大家为这6艘军舰走向国际市场而高兴的时候，又一则网传消息传来，沙特将采购12艘林沃尔蒂。据有关消息报道说，是沙特军方正在和我国谈判，谈判内容就是关于12艘林沃尔蒂的采购事宜。沙特一口气买这么多主力驱逐舰，这让很多人都感到意外。要知道百年海军这句话可不是说着玩的，一支现代化海军队伍的建设必须依靠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才能组成。即便是林沃尔蒂这种在我国所有战舰中性能并不算最强的战舰，算上其他的武器设备，一艘的外销价格怎么着也得个10亿美元。而美军现在最顶尖的战机 F-35 出口给其他国家的价格差不多也是2亿多美元。沙特现在购买12艘林沃尔蒂，那这个价格就达到了120亿美元。如果这笔钱全部用来购买 F-35 战机的话，都能买近60架了。虽说沙特是个能源大国，在全球能源紧张的现在赚了不少的钱，这几百亿美元对沙特来说压根儿就不是个事儿。但花费上百亿美元购买我国的军舰，这消息有点离谱。不过看看沙特近几年来在海军上的投入，也并不是没有这个可能。由于沙特的海军起步较晚，本国没有成熟的工业体系建造大型船只，所以沙特在近些年来大量采购了其他国家的军舰。如17年，沙特从美国采购了4艘3000吨排水量的多任务水面战斗舰；18年，从法国采购了5艘2500吨排水量的轻型护卫舰。既然护卫舰都有了，那现在采购7500吨级别的林沃尔蒂驱逐舰也没什么问题。但是这个数量可就不一定了。和沙特处于敌对关系的以色列和胡塞武装都用不上海军，相反，对付他们用无人机更加合适。这是沙特多次从我国这儿购买大量无人机的原因。如果说购买个几艘林沃尔蒂确实是没什么问题，但要是购买个12艘，以沙特的从南到北200公里的海峡长度，真用不上也没必要。那么万一沙特真买了，那这12艘林沃尔蒂可以干啥呢？沙特用不上，但是其他国家可以用得上。比如说和沙特有着防务合作关系的国家，这些军舰沙特完全可以转交或者租借给其他国家进行合作使用。比如说巴基斯坦，虽然巴基斯坦往年从我国这儿购买了大量的武器装备，但实际上这些购买武器的钱大部分都是背后的沙特提供的。沙特给巴基斯坦钱，让巴基斯坦提升自己的军事实力，从而能够充当自己的保镖，帮自己抵御一些不太对付的国家。当然，沙特也不能在明面上支持别人，因为沙特军中很多武器都是购买自欧洲，这些武器只能沙特自己用，
给其他国家用的话，就会遭到制裁。如果是中国的零五二 D 就不同了，更何况零五二 D 南宁舰最先去的就是巴基斯坦。巴基斯坦的海军参谋长都称，这艘军舰是所有参赛队伍中表现最好、性能最强的。如此明显的暗示，摆明了就是巴基斯坦也想要这款军舰。但由于囊中羞涩，再加上国内金融危机，也只能看着。身为巴基斯坦背后大金主的沙特，买上12艘零五二 D，也不是不可以暂时将几艘军舰存放在巴基斯坦那儿。